去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发现一株七叶一枝花，它只有一层5片叶子。今年我们特意回来看它，没想到看到意想不到的现象。今年它被水冲倒伏了，但是我们仔细看的时候，哎呦，我都被它感动了。它从第1楼叶子这里弯折了一下，这个花就笔直往上，就寻找阳光。很多时候我常常被野外的一些植物感动啊。你看第1层叶子这里开始弯折，大概80度的样子，整株趴在地上，但是它的花硬是扭过来，笔直的往上长。这根茎倒了，但是它没有倒，它在找太阳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深山奇草七叶一枝花，也叫重楼。去年我在上面一点，还有一棵也是长1层叶子。今年我准备去看它，但是我走上面找不到了。然后我往上走了一段，在上面看到有2棵。其实去年我也往上走了，去年可能没有留意，或者说重新长出来的。有一棵1楼，有一棵2层的，但是这一棵叶子啊花都被虫咬了。第1楼的叶子这样镂空的状态，第2楼它的花都被吃光了样的，我都有点担心。像它这样还能挺过来吗？不过我相信野外的植物啊，它有它的自己的适应能力，能够创造自己的传奇吧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发现开始找不到那一棵，又看到了，它也倒在这个溪沟边。像这样长在溪边的，如果春季雨水特别多，发大水啊，它估计就是这样水冲嘛，把它们冲倒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他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？就好像生活在河边的人，涨大水的时候房子被淹了，他们为什么不搬家呢？其实很多时候植物和人一样，他们选择在他们的环境啊，有时候短时间你是扎根在那里的，你很难搬家嘛。有时候习惯了这种生活啊，也觉得没有那么所谓吧。像野外的七叶一枝花，它要经历水冲，经历虫害，有时候可能还要经历别人的采挖。所以一株植物长在野外也有它们的命运。七叶一枝花它1层楼的时候，少年时期长了3到5年的，它就是1楼叶子。如果是2楼，它就年龄比较大一些，更大的更古老的，有的甚至有3楼的。当然我们一般很难见到了。健康的七叶一枝花，它是一茎独立，笔直往上。这一株是经历挫折的七叶一枝花，它头顶一串叶子，少则5片，多则8、9片，最常见的7片，所以叫七叶。叶子中央抽出一根长梗，顶着一朵花。它的花很有意思，下层是那圈绿叶子，中间一层是外轮花萼，长得像叶子，最上层是黄绿色细丝状的花，像金线一样，一层叠一层，像一个微型的宝塔，所以它叫重楼。七叶一枝花的外号能写满半叶纸、皂修、金线重楼、草河车、螺丝漆等。最有意思的是皂修，这个皂通早，意思是早点好，早点痊愈。因为蛇伤、臃肿，找它好得特别快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为它编了一个顺口溜：七叶一枝花，深山是我家，拥居于狱者，一似手拈拿。翻译过来就是长在深山里，遇到毒疮脓肿，它一出手就能搞定。它最有名的就是解蛇毒、治痈疽。云南白药的保秘方里面就有七叶一枝花，还有寄德顺蛇药片、抗病毒颗粒等40多种国字号中成药里面也有它。但是这样传奇的草药，它传出有毒，药和毒是同一把剑的2面。安全剂量下是药，吃多了恶心、呕吐、头晕，严重的心律不齐。3类人群绝对不能用：第一，孕妇会引发流产；第二，体虚元气不足的人，没有热毒，用寒药会伤身；第三，寒性疮疡，就是肿块不红不热不对症嘛。如果是内服是要经过炮制的，我们千万不能说这个新鲜的七叶一枝花根挖回家就是煲汤，那不行的。特别是它的皮毒性比较高，一般炮制去皮以后，把它晒干打粉，适量使用。七叶一枝花的繁殖效率不高，加上过度采挖，现在
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，所以大家在野外如果遇到，要保护好，不要去采挖。它长得也很慢，开始只长一层叶子，长了几年以后才被开花。像今天我们拍的这些野外的七叶一枝花，也算是幸运儿。虽然有的被虫咬，有的倒伏了，但是它们生长在野外，还是在延续它们的种群。在这里拍七叶一枝花拍了2年了，看着满身被虫咬伤的、倒伏的，心里确实好像看见一些亲切的朋友，他们的遭遇，内心也有一点触动。但是我相信他们能挺过来，因为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它有自己的生命力，有自己的顽强和倔强。大家和我一起祝福他们吧。来年我再到这里来看一看他们，拍给大家看后续，好不好？像他们经过几年才上了2楼，我来看他们的日子那是很少数的嘛。在他过去成长的岁月里，我想可能他们经历过比我看到的困难还要大的都有，像虫咬或者倒了，可能在他们心里也是平平常常吧。就好像我们刷视频看到有一些人生存的际遇条件比较艰苦，但是其实他们内心不觉得苦，甚至觉得有点富足之感啊，是不是啊？它是山里人眼中的蛇虫圣药，自己的叶子却被虫咬成这样，它医不了自己的叶子，这个茎倒伏了，他也没有办法修复，但他把剩余的力气都给了头顶上这朵花和花朵里孕育的种子。医者不自医，他医的是这片山沟的下一代。